上期我们讲到，董卓让王允带着皇帝和大臣们迁往长安，他自己则留下来防守洛阳。之后，曹操独自领兵西进，孙坚也率军攻打董卓。那么，曹操和孙坚能够打败董卓吗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讨董联军发生内讧，及孙坚不用温酒斩华雄。讨董联军的10几路兵马在3个地方集合，其中袁绍和韩馥等人驻守在河内郡的治所淮县，即今天的河南省武陟县土城村。曹操和乔瑁等人驻守在酸枣，即今天河南省延津县附近。袁术和孙坚驻守在鲁阳，即今天的河南省鲁山县。可是各路大军到达后，并没有立即发起攻击，而且一直拖到了6月份也不见动静。于是曹操便独自领兵西进，准备去攻打成皋。之后，及北向报信与陈留太守张邈的部将魏资也带了一些兵马前去支援。他们率军来到了汴水，与董卓的大将徐荣展开了激战。可曹操的兵力太少，导致士兵伤亡惨重，他本人也被刘建射中，摔下了马背。幸亏他的堂弟曹洪及时相救，才幸免于难。最终，曹操战败而归。回到酸枣后，他发现其他的各路联军依然在大摆酒宴，歌舞升平，完全没有攻打董卓的意思。他给大家建议说，大军应该一起向西推进，守住孟津关、敖仓以及太谷关等要塞，然后再分兵进攻武关，从2面夹击董卓，则董卓必败。可是关东诸将毫无兴趣，照样驻守观望。曹操非常无奈，只能独自前往扬州，重新又招募了1000多名新兵，去往了袁绍驻守的河内郡。不久后，酸枣联军征集的粮草消耗完了，便准备各自退兵。然而在退兵之前，他们竟然还发生了内讧，兖州刺史刘岱杀死了东郡太守乔瑁。随后大家一哄而散，轰轰烈烈的讨董战争，最后竟以闹剧收场。酸枣联军失败后，袁绍终于下令让河内郡的联军向孟津关挺进，河内太守王匡率先派人出战。董卓得知后，采用疑兵之计稳住王匡，同时派遣精锐大军偷偷地从小平津关渡过黄河，然后从后方突然发起攻击。王匡的大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几乎全军覆没。从此之后，河内联军再也不敢出战了。这时，袁绍又开始发挥他擅长出馊主意的技能了。他觉得汉献帝既然受制于董卓，那他就重新再立一个皇帝，便可以与董卓分庭对抗了。可曹操第一个站出来反对，他告诉袁绍，我们起兵后之所以天下响应，是因为我们是正义之师，汉献帝并没有过错，你有什么理由废他呢？袁绍见没人支持他，就派人去说服袁术，希望能得到袁术的支持。可袁术早就有了自己称帝的打算，怎么可能支持他，另立他人呢？所以也没有答应。从此之后，袁氏俩兄弟渐行渐远，逐渐产生了积怨。接着，袁绍派人去拜见幽州牧刘虞，希望将他拥立为皇帝，但被刘虞断然拒绝。袁绍没办法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再次派人前去，希望他能担任录尚书事，这样他就可以代替皇帝封官加爵了。结果刘虞还是不同意，袁绍也就只能死心了。说完这2路联军，我们再来看袁术和孙坚的南路军。孙坚我们之前讲过，6年前他就建议张温诛杀董卓，但张温没有听从，现在终于成为了祸害。3年前，由于长沙人欧兴聚众反叛，朝廷便任命孙坚为长沙太守，前去剿灭。他仅用了1个月就打败了欧兴，之后又与王睿联手平定了零陵和贵阳。可是在这个过程中，王睿看不起他这个粗俗的武将，多次流露出轻蔑之意，让孙坚十分痛恨。此次讨伐董卓，他从长沙出发后，要途径荆州的治所江陵，而王睿恰好就是荆州刺史。于是他到达江陵后，趁王睿不备，偷偷地混入城中，然后逼迫王睿吞金自杀。王睿死后，刘表被任命为荆州刺史。之后，孙坚继续率军北上，来到了南阳郡。他以讨伐董卓的名义，向南阳太守张咨征召军粮，可是张咨既不给军粮，也不肯与孙坚见面。孙坚本打算继续进兵，可他担心张咨在后方捣乱，于是便对张咨起了杀心。
他派遣亲信告诉张咨说他突发疾病，无法率军前行，希望把自己的兵马交给张咨替他出征。张咨听后非常高兴，对孙坚的数万兵马更是垂涎欲滴，立即带领着500-600人前往孙坚的营地。之后他独自一人来到了孙坚的病床前问候，没想到孙坚突然从床上跃起，斩杀了张咨。然后他继续率军北上，到达了鲁阳，与袁术合兵一处。袁术任命他为破虏将军，兼领豫州刺史，率军去攻打董卓，他负责给孙坚供应粮草。可孙坚的大军刚准备出发，董卓就派遣胡轸前来迎击，而且胡轸的先遣骑兵已经到达了鲁阳。孙坚见状，让大军不要妄动，有条不紊地原路退回了城中。胡轸见孙坚兵马整齐，纪律严明，不敢贸然攻城，只能撤兵离开。191年2月，孙坚再次率军出发，来到了梁东，即今天河南省伊川县东。在这里迎战他的是之前打败过曹操的徐荣，他将孙坚包围了起来，致使孙坚全军溃败，只带了10几名亲兵突围了出来。之后他一路收集散兵，退到了阳人，即今天的汝州市西北。董卓得知后，立即任命胡轸为大都护，吕布为骑都，率领5000人马前去迎击。离行前，胡轸给部下的将领们训话说：“我看非得斩杀一名清瘦高官，才能整肃大军的纪律。”吕布等高官听后颇为不满，打算让他败给孙坚，灭他的威风。胡轸的大军到达广成关的时候，天气已晚，便准备在这里扎营休整。而且董卓给他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这里休整，然后趁夜进兵，天明时分开始攻城。可吕布等人却说孙坚已经开始逃跑了，应该立即追击，要不然就错过良机了。于是胡轸只能连夜进军，可当他们来到阳人城下时，发现孙坚并没有逃跑，而且守备森严，连偷袭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时胡轸的大军饥渴难耐，士气低落，因为已经是夜晚了，漆黑一片，没办法修筑工事，只能将就着卸甲休息了。可士兵们刚刚除去铠甲，放好武器，吕布就派人散布谣言，说孙坚率军来偷营了。士兵们惊慌失措，丢盔弃甲的开始逃跑，一连跑出了10几里，发现根本就没有追兵。可此时天空已经开始放亮，到了预定好的攻城时间了。于是人困马乏的大军只能拾取兵器，开始攻城。可这样一支军队怎么可能攻得下城池呢？没多久，胡轸就下令撤军了。他们一撤军，孙坚就立即率众出城追击，致使胡轸全军溃败，而且属下的都督华雄还被孙坚给斩杀了。所以华雄这时候才被孙坚所杀，并不是《三国演义》里所描写的18路诸侯会盟的时候被关羽杀的。此战过后，孙坚名声大噪，威名远扬。有人趁机挑拨袁术说，孙坚一旦攻入洛阳城，恐怕就不受你的控制了，不如现在就除掉他。袁术听后便不再给孙坚供应粮草。孙坚的军中断粮让他万分的焦虑，只能亲自骑马去找袁术理论。袁术自觉理亏，只能马上下令给孙坚调拨军粮，孙坚这才返回了自己的军营。这时董卓也觉得孙坚难缠，于是派遣李傕前来求和，希望能和孙坚结为儿女亲家，并且让孙坚把孙氏子弟全都列出来，任命他们为太守或者刺史等高官，但被孙坚断然拒绝。之后孙坚率军前往大谷关，这里距离洛阳城只有90华里了。董卓决定亲自率军来迎击孙坚。然而双方激战后，他才发现他根本打不过孙坚，于是只能让吕布留下来掩护，让朱俊驻守洛阳，他自己则退到了渑池。可是有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之称的吕奉先也不是孙坚的对手，激战片刻后也引兵退走，去找董卓了。接着孙坚便准备攻打洛阳城。驻守洛阳的朱俊本来就和董卓不是一条心，而且孙坚是和朱俊一起剿灭黄巾军的时候被朱俊赏识，才逐步升迁起来的。而且朱俊觉得只靠洛阳这座孤城想守也守不住，何况根本就不想守。于是还没等孙坚攻打，他就主动放弃了洛阳，领军退到了中牟县。然后他给各州郡传信，反过来讨伐董卓，站到了联军这一边。
就这样，孙坚顺利地进入了洛阳城。可进城后，他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。曾经辉煌无比的大汉国都，此时已经是破败不堪，残垣断壁，而且数百里内没有烟火，人去楼空，何不凄凉？看着这一切，他不由得潸然泪下。然后他命令将士们清扫出汉室的宗庙，用太牢之礼进行了祭祀。而且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竟然还在洛阳城南的贞观井中打捞出了传国玉玺。袁术得知此事后，立即将孙坚的夫人给拘禁起来，逼迫孙坚交出了玉玺。从此之后，拿到了传国玉玺的袁术便做起了天子的美梦。孙坚则整顿军队，率军前往渑池去追击董卓。董卓不敢与孙坚交战，他让董越驻守渑池，段威驻守华阴，牛辅驻守安邑，共同抵抗孙坚，其他的将领则负责防守袁绍等联军。安排好之后，他就前往长安主持朝政去了。孙坚知道单靠他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攻入长安的，于是便引兵回到了鲁阳。就这样，声势浩大的讨董联军只有孙坚一个人在战斗，其他人不但不支援，还在后方搞小动作，比如袁绍。孙坚在出战之前就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了，可袁绍却趁孙坚攻打董卓的时候，竟然将周兴也任命为豫州刺史，还率军攻占了豫州的阳城。孙坚得知后深感悲凉，他告诉属下，我们同举义兵是为了挽救大汉的社稷，可如今逆贼未除，内部却如此的争斗起来。说完不由得仰天长叹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为了更好地理解接下来要讲解的三国历史，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科普，比如刺史和州牧有什么区别，司徒、司隶校尉、领尚书事分别是什么官职，13个州分别管理哪些地方。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三国科普之汉末官制及13州。秦国统一天下后，就废除了分封制，实行郡县制，朝廷则设立了三公九卿。由于汉承秦制，所以汉朝也继续沿用了这套制度。首先，我们来回顾一下三公九卿制。三公分别指的是太尉、丞相和御史大夫。太尉主管军事，丞相主管政务，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。三公之下设立九卿，其中奉常掌管宗庙礼仪，郎中令负责宫殿警卫，卫尉掌管宫门警卫，太仆负责宫廷御马以及国家马政，廷尉掌管司法审判，典客主管外交和民族事务，宗正掌管皇族和宗室事务，治粟内史负责租税钱谷和财政收支，少府掌管山海池泽之税及官府手工业。再来看郡县制。秦朝将天下分为36郡，每个郡都设有郡守、郡尉和监狱使，分别掌管行政、军事和监察。郡之下是县，人口大于1万的设有县令，人口小于1万的则设为县长。县之下是乡，其中每10亭设一乡，每10里设一亭，每80户设一里。汉朝虽然沿用了这套制度，但在之后的几百年里也经历了很多的变革。首先来看三公九卿。西汉时期将丞相改为了大司徒，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。到东汉时期去掉了大字，改为了司徒和司空，比如王允就被称为王司徒。九卿也同样有所变化，比如将奉常改为太常，郎中令改为光禄勋，典客改为大鸿胪，治粟内史改为大司农。另外到了东汉时期，九卿不再统归司徒管理，而是由三公分别管理。汉武帝时期，为了削减三公的权力，他选拔尚书和侍中等近臣，组成了内朝。从此之后，三公便逐渐失去了实权，真正的实权掌握在内朝官员的手中。内朝最大的官职是领尚书事，后来又改为录尚书事。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官职，而是由将军、近臣或者尚书等人兼职的。比如汉武帝驾崩后，霍光是大司马，兼领尚书事；汉章帝时期，牟荣是太尉，并录尚书事；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也是并录尚书事等等。另外还有太傅、尚书、大将军等，也有兼领尚书事的。他们本身的官职都在三公之下，但只要是兼领尚书事之后，地位就在三公之上了。汉朝的外戚之所以权力很大，
就是因为他们兼领尚书事，成为了内朝官员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了解下汉朝的13州。公元前106年，汉武帝将天下划分成13个州，每个州设立刺史1名，负责监察各郡和各诸侯国的官员。刺史直属于朝廷，刚开始他们在各州郡是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的。到汉灵帝时期，他将一些资深的刺史任命为州牧，从此州牧便不再只是监察官员了，而是成为了真正的一州之主。比如后来的荆州牧刘表、兖州牧曹操、冀州牧袁绍等。每个州牧管理很多郡，从汉景帝时期将郡守改为了太守，太守归州牧管。比如在上期视频中，袁绍是渤海太守，管理渤海郡；韩馥是冀州牧，管理整个冀州，原则上他是袁绍的直接上级。孔融之所以被称为北海相，是因为北海是诸侯国，地位相当于郡，而诸侯国的国相必须是由朝廷委派，因此国相的地位也相当于太守。那么东汉末年的13州分别都管理哪些地方呢？首先是司隶校尉部，管理洛阳附近的郡国，何进任命袁绍的就是这个官职。治所在洛阳，管理京兆尹、河南尹、右扶风、左平邑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的河南北部、山西南部以及陕西的关中平原。并州的治所在晋阳，即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，管辖上党郡、太原郡、雁门郡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山西、内蒙古、陕西的部分地区。幽州的治所在蓟县，即今天的北京市，管辖涿郡、上古郡、渔阳郡、右北平郡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北京市、河北北部、辽宁大部及朝鲜西北部。冀州的治所在今天的石家庄高邑县，管辖赵国、渤海郡、清河国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河北中部和南部、山东西部和河南北部。青州的治所在临淄，即今天的山东省淄博市，管辖北海国、齐国、济南国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山东临南以东的北部地区。兖州的治所在昌邑县，即今天山东省巨野县东南，管辖东郡、济阴郡、泰山郡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山东西南及河南东部。徐州的治所在郯县，即今天的山东郯城县，汉末移到了下邳和彭城，即今天的江苏睢宁县和徐州市，管辖彭城国、下邳国、琅琊国等，范围大概是长江以北及今天的山东南部。豫州的治所在谯县，即今天安徽亳州，管辖颍川郡、汝南郡、陈国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的淮河以北、伏牛山以东的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。扬州的治所在寿春，即今天的安徽寿县，管辖九江郡、庐江郡、丹阳郡等，范围大概是淮河和长江以南，以及今天的江西、浙江、福建以及湖北东部和河南东南部。荆州的治所在襄阳，即今天的湖北襄阳市，管辖南阳郡、武陵郡、长沙国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湖北、湖南大部以及河南、贵州、广东、广西的部分地区。益州的治所在成都，即今天成都市，管辖汉中郡、蜀郡、巴郡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贵州大部以及陕西、甘肃、湖北的部分地区。胶州的治所在龙边，即今天越南河内以北，三国时期移到了番禺，即今天的广州市，管辖南海郡、苍梧郡、交趾郡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广东和广西的大部以及越南的部分地区。扬州的治所在武威，管辖天水郡、陇西郡、张掖郡等，范围大概是今天甘肃、宁夏大部、青海的黄水流域以及陕西的西部。此外，还有西域长史府，治所在乌垒城，即今天新疆巴州的轮台县，负责管理西域事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